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老歪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，我今天制作這個黃銅花苞耳環的制作過程。這次的制作我會使用到的是黃銅的板材，然後我會利用一些成型以及敲紋的質感去做一些立體上面的變化。然後比較特別的是，我這個銅片上面的這個顏色是我用銅綠的方法去制作出來的。那待會就來看看我是怎麼把它完成的吧。我這邊是一塊黃銅板，它大概是0.5mm的薄板，然後我在上面畫了一些我等一下要鋸下來的圖樣，待會在退火之後，然後再把它成型起來。成型起來以後，我們再把2個元件焊接。其實我這個圖案，因為我剛剛是隨手畫的，所以，如果有圖稿的話，我會建議說你盡量可以靠邊緣一點，比較不會浪費材料，也不會你還要多花一段時間才能鋸到裡面。好，我們這樣就鋸下來了第一片花瓣，稍微再調整一下。那通常像這樣子的薄板，我會用剪的，比較好剪。因為你會發現你在鋸這個薄板的時候，因為它太薄，所以它很容易你在鋸的時候它就會彈跳。但是因為這個造型比較多細節，所以我還是選擇用鋸的。那鋸下來以後呢，我們可以看到這個，這個我中間我會把這個線條稍微延伸一點到裡面去。等一下我在成型的時候，它的弧度會比較漂亮。那我等下就把剩下的3個圖案也把它鋸下來。接下來我要先把這些銅片拿去退火。你可以看到，其實我鋸的沒有很整齊，也沒有很對稱，因為我喜歡這種比較隨機的感覺。如果你希望你的作品是可以量化的，你最好就是做好圖稿。就算你是要做不對稱的圖形，你也是做好圖稿呢，每次都可以鋸出一樣的形狀。接着我想要在我的花瓣上面製造一點紋路，所以我會用像這樣子平的金屬錘，這種一字的金屬錘。這個其實是拿來敲鉚釘用的，但是因為它有這個平的這個面，所以它可以做一些質感。那如果你有像是斷敲錘，或者是任何只要有這種平面的錘子，其實都可以製造出線條的質感。然後每一個錘子的這個面的寬度都不一樣，所以做出來的效果也會不一樣。我想要做的質感的方向是像這樣子的條紋，往這個方向去的，從中心往外擴散的條紋。我現在就是稍微做一點比較自然隨性的敲紋。我可以慢慢的旋轉我的花瓣，讓它往同心圓旋轉。
敲這個紋有一個需要注意的地方，就是這個錘子你在往下敲的時候，你的方向如果沒有很平均的話，它有時候可能會朝一側偏，有時候朝內側，有時候朝外側，然後就會導致你的金屬片可能會，這個地方會有比較明顯的敲痕。那這個時候我們可以，來回的補敲，把這個原本敲比較不順的敲紋把它蓋過去。那最好的方法就是你還是要平平的往下，盡量不要左右偏移，你的敲紋會比較利落，比較漂亮。那我們在所有金屬要做質感或者是要做成型之前，都必須得退火，不然你剛剛直接硬的板材下來鋸完以後直接下來敲，那個敲痕會很淺，不夠深，然後敲痕會很生硬，不會像現在這樣子敲起來比較，你會覺得它的比較有柔軟度。所以退火是必須的。那我等一下敲完以後，我還會再退一次火。因為我等一下要把它敲成一個碗形。如果你很擔心你會敲到你的平鐵砧的話，寧可把金屬片稍微往邊緣靠，你這樣在敲的時候，至少你的這一側不會直接碰到鐵砧。你好好的對待工具，它就可以陪你很久了。我的工具幾乎都是用了10幾20年的，所以大家要愛惜你的工具哦。我拿出我的圓沖工具，我現在希望我的這個花瓣呢，有紋路的這一面是朝外的，所以我要這個方向下去沖。先稍微把它推進去一點。然後，因為我們刚剛有敲質感，所以我們這個圓沖工具都是金屬的，所以如果我們反覆的敲擊太多次的話，我的這個紋路可能會漸漸的變淺。所以我希望，不要操作太多次，或者是，跳1、2個洞，我就下去退火，讓它金屬再軟一點。然後這個是小的花瓣，我希望它可以再小一點。好，我等一下可能會再讓他們包一點。然後我剛又退火過一次，然後我希望我的花苞可以縮得更小，所以我把每一個花苞都稍微重疊，像這樣子，把它前後重疊，讓它有一個，讓它可以有個上下。這樣子，我等一下在敲的時候，它就可以縮得更小。
像這樣子，上面疊下面，上面疊下面，這樣子重疊。這樣子，我希望我的這個可以縮的再小一點。這樣子就差不多了。好，接下來我想用鉗子稍微調整一下這個花瓣的波浪。用的時候，用鉗子的時候，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，因為我們鉗子很容易在金屬上面留下痕跡，所以我們在夾的時候，盡量順着這個金屬的弧度下去彎。我們現在就會有一個比較稍微有點自然弧度的一個波浪的邊緣，然後待會就可以把它們焊接在一起。但是在焊接之前，我會先自酸，讓它表面都乾淨以後再焊接。然後我這個花的中間，我想要增加一個花蕊在裡面，所以我等一下自酸完以後，我會先鑽孔。然後放進去一根花蕊一起焊接。這根花蕊它就是貫穿小花苞跟大花苞，貫穿以後把兩片金屬跟花蕊焊在一起，這樣子你的結構就會很穩固。側面看是這樣子。好，我們先去自酸吧。我剛才把我的這個花瓣中間都鑽了一個孔。然後我也融了一個925銀的銀線，前面融了一個花蕊，就融成一顆銀球。這根線是0.7 米的銀線，所以它剛好可以拿來當做耳針。這個粗細是比較剛好的。那我等一下要焊接的時候，我就會把它穿過我的花苞，然後我希望它有一點點長度。我希望它不要直接貼底，有一點長度，所以我等一下會倒過來焊。然後因為倒過來它有一個重心，它就會這個花蕊就會往下頂到下面，所以我這樣焊接的話，我的花蕊就是凸出來的。然後小的花苞焊完，我再來焊大的花苞，然後就會是大概是這樣子的效果。在焊的時候，我們會調整一下花的位置，然後確定好位置以後，我們再來焊接。那焊完以後，我這一根多出來的銀線，它就是可以當成耳針。我再稍微修剪一下，它就是一個一般耳針的長度了。好，我們接着就去焊接吧。好，我刚刚剪下了一個水滴形狀的黃銅片，
然後鑽了一個孔，我現在加了一個半圓形的環，我要把它跟剛剛的花朵焊接在一起。等一下大概是焊接在這個位置，那我們等一下就去焊接吧。目前這個是我已經焊接完，然後稍微自酸過的半成品。然後這個我今天打算要先上一個底色，先用染銅劑上完黑色的底色，然後局部刷亮以後，這個部分我想要做一點銅綠的效果。然後這個是染銅劑，那我們就整個直接浸泡下去。好，這個已經染好了。我們等一下用大量的清水來清洗它。好，我先去把它清洗乾淨。好，我們染完顏色以後，你可以看到這個銀的部分對染銅劑沒有什麼反應，所以，我們可以直接來處理這個。我想要讓它局部是黃銅的顏色，所以我可以稍微用菜瓜布把一些我想要讓它露出來的部分刷亮。然後你可以看到我們這個剛剛做的這個敲紋質感，在染完顏色以後就會很明顯。下面這個葉片我就先不處理它，因為我等一下上銅綠之後，它的顏色會再變化。我就先處理上面這個花苞的部分。我這邊要把這個下面這個葉片的地方做一點銅綠的效果，然後我這邊是醋酸銅，我剛剛已經有上了一些染銅劑，然後我現在直接在染銅劑上面再塗上一些醋酸銅，然後給它一點時間，它就會生成一些銅綠。
銅綠，然後我想要再靜置大概4-5個小時，讓它看可不可以銅綠再長得更多一點。然後我背面沒有上，我背面想要再刷亮一點，我只打算上在正面。然後銅綠上完以後，我會在整個金屬再上一次保護漆，避免銅綠剝落。因為銅綠它其實只是一層薄薄的粉，那我們如果要把銅綠留着的話，我可能上面要塗一些保護漆。那我們等一下再來看完成的結果吧。OK， 這個是我已經製作完，銅綠以及整個金屬都上過表面保護漆的一個效果。我們可以看到銅綠的質感，它其實很自然，它其實就是利用一些氧化反應去製作出來的生成物。所以，像銅綠這樣子的效果是，我覺得是蠻有趣的。那我這個表面都已經上了好幾層的保護漆，所以它也不會剝落，也不會掉色。使用起來也比較不會有問題。然後再來是我把背面都做了，就是做舊的處理，還有一些刷紋的質感，所以可以看到我這個表面，花瓣的紋路還是很明顯、很清楚的。我覺得銅綠的效果其實還蠻有意思的，它的表面層次很豐富，然後又很有自然的肌理。如果喜歡銅綠上色的朋友，也可以試試看這樣子的做法。之後我會不定期的把我的作品上架在我的網頁上面，那有興趣的朋友也可以去購買。我剛上架網站的前面2個禮拜，我會做一些作品的折扣。然後2個禮拜過後，我就會把作品移到Pinkoi上面，就是回歸它正常的價格。所以大家如果對我的作品有興趣的話，也可以到下面這個網址上面，去購買我的作品，或者是點我的描述欄下面的商品連結，可以直接連接到我的網站上。之後有做新的作品，也都會放在上面。那謝謝大家今天的觀看。今天我們的分享就到這裡了。對我的製作上有任何問題，或者是想要給我一些什麼意見，都可以在底下留言讓我知道。我們就下次見吧，拜拜。